反而就是我的店现在很多那种爸爸妈妈要租书会派小朋友，就是让他练习。你就会看到一个国小走过去，就跟我讲，然后我想说你在讲什么？就他们讲话都不行，不流利。国小，你这样很严格。我玩海贼王，对我都说清楚。他是嘴巴非常的坏，但是其实还是有豆腐心在训练这个孩子。要教啦。好，要教。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新年快乐！今年的连假你想好怎么过了吗？那今天主题呢是对我人生影响非常重大的漫画。今天我们会来介绍2023年度销量最好的10部漫画，希望这集能够帮助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在过年的假期好好的享受。而且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非常厉害哦，那就是师大白鹿洞的老板永华。嗨，大家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师大白鹿洞，因为白鹿洞以前呢是在台北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租书店，但是在网络兴起之后，白鹿洞就从以前呢应该是50几间倒到了现在大概剩7、8间左右。对。那不过在这样子的潮流之后呢，永华还是决定要逆势顶店，自己成为老板，甚至结合了电影会啊、读书会等等的展演活动，让白鹿洞成为了师大附近的一个文化基地，也让租书店有了活下去的可能性。那我自己呢也是偶尔会偷偷跑去那边租书。那从这里呢，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就他有多么爱漫画，那绝对可以好好期待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在开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议题讨论、分享知识很有兴趣，也正在寻找写作相关的工作，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志祺七七的新职缺哦。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影片内容企划的加入，帮助我们制作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发挥搜集资料、整理观点的能力，把文字化为影响力，带领观众一起思考议题，让多元的讨论持续发生。不管你找的是全职工作，还是在家兼职接案，志祺七七都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透过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我们希望能够让你全心的投入创作，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写脚本，那我们也有提供稿费的适合作机制，让你实际体验企划的生活，跟总编交流你对于合作方式的期待。现在就给自己用写作实践理想机会，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发想新节目。现在就上我们的官网应征吧。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的榜单哦，是这个日本 Oricon 公布的2023年日本漫画销量年榜。先来聊聊好，你觉得哪几部一定会进榜？咒术啊，然后我推嘛。哦，这两个一定会。我推是因为动画的关系，导致可能前面的会一起大卖。对。然后我认为一定会有 One Piece， 因为 One Piece 怎么样都会进，太多了。好，我们直接来看一看好了。首先第10名是王者天下，它卖了大概320万册。永华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王者天下这部作品在讲什么样子的内容吗？就清朝的打仗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算是很激昂，然后有点励志的故事吗？应该这样讲吗？你觉得它好看的点在哪边？我其实没看。你没有看过？这部我有看，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很完整，因为我对那个画风还有战国时代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的。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平平碰碰，他超级无敌爱，他每天都在看，然后一直讲说这部太好看，太好看，太好看，叫我一定要看。他竟然第10名，我会再来看一下的。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第9名哦，第9名是东京复仇者，约321万。我相信这个可能大部分的人会是知道比较清楚的。你觉得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漫画呢？或者很热血啊，然后其实是个很浪漫的漫画，很浪漫的漫画。因为主角他是为了要救他的初恋女友，所以他不停的穿越回去修正。对，他是一个在讲说他的女主角遇到了一些事情，所以男主角就必须要回去要拯救她。然后但是每次回去之后好像修正了一些事情，但他又再回来，结果那个未来还是一样。对，还是一样。到底为什么那个未来一样？难道那就是所谓蜘蛛网的节点吗？一定会发生的事吗？还有这样一直不断的弄。然后很著名的就是男主角非常的会流鼻涕跟流眼泪，对，他超爱哭的，所以他是一个把哭点营造的很强，但是可能到最后大家会有一点就是还是在哭啊，开始从原本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无奈久了就突然笑了出来。他每集都在哭，然后我以为他可能会锻炼自己的你知道武打技巧，结果好像也没有。真的，他设定是说他12年然后穿回到国中哦，但还是表现得很像国中。对，他穿过去就是没有人发现说哇你好大人你好成熟，就是他还是一样爱哭。我想说你都已经12年了，你应该要比这些人还要再厉害一点吧。他没有好好当社畜，所以他没有锻炼他的那个心灵的铠甲。但是我觉得要看心态，如果你今天你是抱着一个我要看剧作，毕竟包含了一点时间穿越，你就会觉得背后有很多的谋略。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这样子的漫画，对，它比较像是一个你可以顺的看，或者是配伴可以看的一部作品啦。那这部作品我觉得它会入选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动画的第2季今年刚上架，然后还有真人版电影加持的关系，所以才会让它再度成为了一个话题之作。好，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是第8名是我的英雄学院，它约是350万册，应该快要结局了吧？快要结局，所以大家重新关注起来。对对对，我英是一部算是超级英雄漫画。一开始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些日本的画风跟美国的画风，因为这两边都有不同的英雄。我觉得算传统王道作，但是这个作者他想要在这个王道里面，尤其是中后期的地方加入更多反英雄或者是很黑暗的一面，他把很多的沉重加进来。但是这件事情反而导致了有些读者我觉得不习惯。对，大家原本想要看的是那种王道奋斗往前，然后就突然开始好多好沉重的事情。对，这点我觉得他没有处理得很圆润，所以在我看的时候，我也偶尔会觉得有点出戏，开始被讲道理了有点爱说教。对。然后我想说，我想要看打斗。我觉得就是这个期待的微妙差，会让你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你有点不知道我应该要把我自己投射在哪样子的段落里面。所以这部作品也开始慢慢有了争议，但是它总算快要结束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停聊了吗？对啊，真的太棒了，就是终于要完结，真的有点久。对，我觉得30多集有点太久了。好，然后再来我们看看第7名是 Spy Family， 这个居然卖了430万册。从去年我记得 Spy Family 好像就名列前茅吧，应该是去年因为动画的关系，我们还跑去模仿了比尔。那今年呢再度上榜，在你们的租书店里面，就 Spy Family 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嘛。对，那时候还没有动画之前，我就看了第1集，我就非常爱。第1集真的是太好看，对，然后安妮好可爱哦，加上那个狗狗出来我还哭了，因为我家有养狗，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进了3套。然后动画红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先知。我们这种常看漫画的，对一些东西红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先知。而且现在有一些漫画仔就是很追求手刷，第一批就会有书腰。糟糕，那我都丢掉了。书腰很珍贵，书腰很珍贵啊。对，书腰很珍贵，同学们，像我推啊那些的，你书腰留下来还可以卖掉。是哦，有专门的盘子在收那些书腰，这样子收他们盘子。而且就是租书店的书腰啊，很常会被人家偷然后就上网拍卖，很可怕。好，再来第6名呢？是 Slam Dunk， 他们约卖了490万册，这个应该是跟电影有关吧？对。Slam Dunk 是一个很长期都一直在热卖的一个作品吗？是啊，在我们店里就是会不停的有人在重复租借，因为它很好看，我应该每年还是会看个一次。然后越大了之后，看过越多漫画，越能够感受到Slam Dunk 他真的把团队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因为很多的运动漫画最后会是一个人，他很强调他就是主角。那在 Slam Dunk 你从头看到尾，你会开始怀疑说，樱木花道好像不是主角，他只是以他为角色叙事的起点。这么多球员，那么多队伍，我们都还记得别队。平常的话，我只会记得主角那一队，可是我会记得鱼柱，我家里卖鱼的，然后或者是那个长得很操劳的阿木，他们都是高中生，很可怕，长得跟30-40岁的人一样。日本的高中生真的好强，而且教练也很可爱，每个教练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啊，然后就 murmur 啊什么的。对于运动的热情跟对于每个运动员他们个性的细节掌握的真的很棒，所以像我那时候电影版上映的时候跑去看，我真的有点惊人。我没有想过他可以把它处理成这个样子。我身边的人是没有看过 Slam Dunk，然后他都觉得哇，看到最后超级紧张。他不是最后有一个很关键的一卡会有点安静，后面就有人在这边讲话，然后我就可恶，我要沉浸在这个安静当中。然后我因为太气了，我还就是找一个不会有小孩啊不会有人的时间，就跑去自己去看。我身边还蛮多人就是很多刷的。对，这个他上映期间超久，他在日本上映9个月，然后他在台湾的票房呢是4亿5700万，所以大家如果这部作品还没有看过的，我真的觉得很推。然后在第5名呢是链锯人，他卖了530万，这个也跟动画有关吧？链锯人那时候出来的时候，链锯人因为这个作者他很擅长短篇的，对，他根本就是短篇的王者，没错。所以他前一部作品《岩泉》我就很爱他。我觉得我爱岩泉大过于链锯人。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他发便当就是毫不手软。没错，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漫画类型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B 级片，有些 B 级片它会给你很突然的反转，或者是接下来它就是这样啪啪啪啪啪就去了，就是他没有在管读者想要期待的东西。对，我就是这样子演下去。而且这个角色出来，我就觉得哇，我很喜欢他，下一秒他就死掉，我觉得超不爽。建立一点点感情之后，你就完了，我跟他建立一点感情，他应该要掰了吧？他既然这么不管观众跟让观众失望，为什么他还能够这么受欢迎？我觉得这有点现在的一个邪道，他有很多的讨论度，就例如说他把这个角色营造的非常的好，很有魅力，就他下来突然死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角色，你前面你也会讨论，后面也会讨论，这是行销上面的。另外，我觉得这样子的作品在
在当漫画很多已经成为了一个套路的状态的时候，它也会被大量的讨论，就是想不到他下一秒要干嘛。对，所以你会想要看下去，对，就有点像是短影音的那个反转再反转的感觉。然后当然它的画风、它的分镜以及它的故事剧情也有一定的魅力，我觉得它的分镜是真的很有趣。对，分镜超棒。对，如果大家喜欢研究一些分镜的话，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电影构图的影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在它动画化的时候，那个动画它的想法也有依据这个分镜特别的去设计一些事情。所以这部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类型，可能像是例如说黑暗奇幻在近期的一个代表作，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看。然后同时如果你喜欢，我也很推岩泉，岩泉真的非常非常棒。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第4名，第4名是我推的孩子，这个不用说了，因为红到爆炸，那它卖了大概540万册，但是这个数量比我想象中还要少，对，超少的，它应该要更多啊，它红成那个样子，只能说日本这个榜每年的数量都会逐步下降哦，因为漫画的销量也开始往下掉了，难过，不知道现在每个月还有在买漫画的人到底有多少，都是看免费的，网络盗版比较多了。我推孩子，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很建议就是从漫画开始看。对我自己啦，我那时候看第1集的时候，我也觉得哦，这个一定会中，我一定要买2、3套，结果动画出来了。而且那时候红到青文出版社，那时候没有想到吧，所以他就来不及再版，所以虾皮啊那些很可怕，短短的1到7可以卖到上万哦，我真是要吓死了，真的是一堆盘子上网去抢，手刷不是有书腰吗？哇，书腰也很可怕，我很害怕，所以我就是直接贴现内月，就不让客人借走。希望各位不要啦，就是不要加入这个炒作的那个。然后后来就青文就是也有再版啦，你们怎么都有办法在像 Spy Family 或者是像我推孩子们有办法在第1集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说它可能好看，然后开始看，这是某种 sense 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因为当你看了很多之后，你就会知道在那个熟悉跟差异性的那个临界点拿捏的如何，以及这个作品它有没有让人想要往下看下去的那个动力。例如说想到很久以前的可能像驱魔少年好了，它的第1章的开场就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故事设定有没有多少可以延伸的，然后有没有在那个当下会让你觉得充满着脑洞大开的想象，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关键。我推都有做到，对，我推都有做到，而且它的那个背景就是娱乐圈嘛，它有职人剧的概念，介绍很多综艺的日剧啊，还有 YT 的，它都有讲到，我觉得哇超赞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看像 Spy Family 的话，我会开始看它的结构，就这个结构好适合短片，因为我认为一个作品要大卖，它其实关键的是它要有很多小的段落能够被传递出去，然后动画化很关键，所以那时候看的时候这个好适合动画化，有的时候甚至会看到说它的安排其实已经是动画，然后它很适合再做一个剧场版，因为它有一个长片，就是你看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它已经开始有很多商业化的潜力，那商业化的时候你就会有别人拿着钱来帮你把这个作品推出去，所以我觉得会包含着一些这样子的思维在里面。好，那再来我们要进入前3名了，第3名呢是 One Piece 这个刚刚有预测到约700万因为它很多集，对，现在 One Piece 有几集了？107台版呐，哇，107真的是太长了，在蛋糕岛跟和之国这边真的是太长了。我断在空岛，你断在空岛，但是你断的点也算是一个幸福的点，空岛非常好看，因为他那一段就不停的在救罗宾嘛，我有点忘了。你说后来随着7岛救罗宾，对，然后我想说那个罗宾到底有多难救，我到底看了多少集，他怎么一直在救他，然后就一直在边哭，然后就是我同事说艾斯死了，然后我就说哪一集，然后就看一下，然后大概都知道。但我觉得后来这个规模变得真的有点大，对，然后它的漫画的这个叙事分镜它会跳来跳去的，因为它是通常的混战啊，或者是在一个长的逃跑当中，应该这样解释，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看漫画反而不太好看懂，这个时候如果你去看动画，其实反而突然看得懂，对，因为动画它把节奏拉慢，然后有加了颜色，因为海贼王的背景跟角色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分的没有那么清晰的，很乱呐，对，它的画风是属于比较奔放。没有，就是乱七八糟，会被揍嘛。反正我觉得他画面有点塞太满，我希望他可以留点白。但这就是他的画风，我尊重他。那最近他有进到一个新的篇章，然后这个新的篇章开始大幅的推动主线剧情，然后尾田也有说基本上应该已经进入最终章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以前很喜欢 One Piece 的人，然后现在想要重新看一看的话，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但我觉得应该还要再5年吧。应该有可能啦，我觉得啦，我希望他可以不要完结。为什么？因为会看的人才会一直来我店里。这其实也合理。我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不能够结束它结束代表着可能几百亿，是一个时代结束呢，我会哭。
虽然我没有到很爱他，但是那是一个我的国高中生开始的。可是他不结束的话，这个作品的那个评价会不断下降。对啦，还是在高点结束，希望他能重新抵达那个高点。好，再来第2名呢是《咒术回战》，这应该是不用讲了，因为动画化的关系，然后太帅了，就是只能说太帅了。他卖了约850万册，《咒术回战》也是一个很多人会去租的作品嘛。对。那你觉得他租的这个年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我要必须讲，就是会跑租书店的人已经是30后半年纪比较大，或者是有这个习惯的人。对，就是从小有在看纸本书的人。我的店很少年轻人，我是说国高中生都没有。反而就是我的店现在很多那种爸爸妈妈要租书会派小朋友，就是让他练习，你就会看到一个国小走过去，就跟我讲，然后我想说你在讲什么，就他们讲话都不行，不流利。国小你这样很严格，我玩也要玩雷王，对我都说清楚。他是嘴巴非常的坏，但是其实还是有豆腐心在训练这个孩子，要教啦。好，要教。对于就是咒术近期的发展，你们2个感想是什么？这是可以爆雷的吗？台湾有出到有连载，但是还没有单行本。这边就是要抢说这是爆雷的，因为这是连载剧情这样子。反正就是有一个角色死掉了嘛，网络一片哀嚎，还有很多人就说我要把它丢掉。可是内话开始的时候，我们店的咒术回战那一格是空的，大家都想要知道说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口嫌体正直。你可能补完了前面，你大概也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要他死。对，跟前面的链锯人比的话，这个死是让我更想不到的。我觉得作者有点坏。我觉得作者他有讲过说，他想要画一群有点像是心态恶劣的人在互相打架，所以在这个咒术室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角色，例如像是真人啊，像是五条悟，他也说就是他除了人格有点扭曲之外，其他大家都是满分。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也创造出了一个他自己有点无法解决的角色。然后你如果弄得不好的话，大家会很生气。作者对于故事的诠释权到底在观众身上还是在作者身上，在这边是一个蛮有趣的讨论。因为我觉得像这边的话，富坚就处理得很好，就是各个角色的那个强度，还有每个角色的死法，不会让我们觉得说好浪费，我很心疼他。比如说蚁王跟会长对战好，对，会长其实就是一直被营造出超强的，可是最后却是那样子轰轰烈烈的死。虽然是那样死的，但我觉得这个结局我 OK，那个铺陈对。所以在咒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的确是太错愕了，因为他我记得是基本上在上一话还是上一话都还在一直吹他就是超级强，然后再突然就是在最高点的时候断崖，嘣，大家都很心疼，我是能够想象的。这样第一名蓝色监狱竟然是第一名。为什么这样？这太让我意外了。而且他是这次榜单里面就是唯一破1000万销量的。租书店也非常非常多人去租吗？之前动画的时候是，后来最近就停了。我那时候还有再多买一套，但最近的台版出到19集，我就只进1本而已。因为蓝色监狱在我的心中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热门的作品，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日本啦，日本的足球热跟台湾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2022年吗？就世界杯嘛。对啊，然后他们那个球衣还是蓝色，那球衣超级帅，就是蓝色监狱跟逆转监督的作者一起设计的。超夯的，那个超帅，因为那时候我在日本，然后我超级想要买，我跑了超级多家都买不到。好，能够理解，如果是在日本的话，因为他们的足球热的关系，大家喜欢投注在一个运动上面。这部作品我觉得虽然蛮有趣的，台湾人可能没有很清楚，我就特别介绍一下。他就在讲说，2018年这日本的国家足球队呢，在世界杯止步16强，然后日本足球联盟就为了要拿下这个2022世界杯，所以他决定发起了一个蓝色监狱计划。那计划的这个主责人呢，就在全日本就集合了这个300名18岁以下的优秀前锋，然后在名为蓝色监狱的一个建筑里面进行残酷的闭门训练。目标呢是要淘汰299人，找出一个最自我中心的最强前锋。因为他们就说大家都想要把功劳给别人，但是你要很自我，就我要射门，然后就射进去这样子。我觉得它有点结合了大逃杀的那种概念的作品，就生存游戏跟足球，然后它到最近我又有点看到网球王子的感觉。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恐龙吗？陨石。我跟你讲，就是现在每个人踢球，你知道跑的时候都会有黑色的雾在缭绕着它，然后每个人的眼睛就是那种血轮眼。最近我看到第17集，就是兄弟在对战，打到最后那个弟弟的一直伸舌头，就是眼睛就一直转，然后然后旁边还有人吐槽说你舌头伸出来了。然后我就想说，裁判没有想要把他给有个牌吗？对，要不要去验一下他有没有吃什么不好的东西？这超夸张的啊！我想到我的第一部运动漫画是《光速蒙面侠21》我超级喜欢《光速蒙面侠21》，但虽然它后面呢不知道在干嘛，但是前面超好看。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因为一个漫画然后爱上一
一个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的球类嘛，对，一个球类，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大家就是跑去买了一个橄榄球，然后就是这边玩，就是国中的时候。如果你想要体验这种运动的热血，我觉得也是可以看一下蓝色监狱这样子。那再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榜单，就是师大白鹿洞去年的借阅榜，我们想看看就是台湾跟这个日本有没有差，然后当然可能会受到一些年龄的影响，刚刚有讲过。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集借阅榜的前5名会是怎么样。而且是你们跟我讲，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跑了我们那个系统，然后出来我快笑死了。快笑死吗？对，就是想说，你们绝对猜不到，就是赌大一点。我要赌这个，因为是30几岁的人，我要赌黄昏使者。因为黄昏使者真的是太好看了，我相信他的第1集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现在不想买，先跑去租30几岁，我觉得好像有点合理。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我把这个直接给你们看。我这样就中。你很厉害呢。因为这个榜单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重榜，所以我们会删除一些重榜，然后直接公布这样子。第5名是咒术回战，然后第4名是猎人，然后第3名是黄泉使者，然后第2名是航海王，然后第1名呢是第一神拳。为什么会有第一神拳？而且第一神拳含量很高，就是我原来的那个排名前10名啊，大概有6笔都是第一神拳，就只要他有出书，他就是第1名。你刚刚讲到他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点，有可能他现在家里也没有什么空间可以放第一神拳，因为真的有点多。就最新出到138，然后日本出到139，好多那他出到现在130几集了，还是精彩吗？非常精彩。就是我朋友他在打拳嘛，所以他就开始看，他现在已经看到40-50集了吧，年路还很长，还要再看3倍的量。可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看海贼王看到100多集就已经蛮疲乏了，就会觉得说你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吧？为什么第一神拳有办法持续到现在还是好看？他们的角色是有在进步的，是从年轻打到老，然后还会受伤，然后就休息。很多时候其实是你在体验那个心态，就有点像你在看《浪人剑客》的时候，在种田种很多集，你也会觉得啊，这个有一点点感触啊，好像会对应到你现在人生成长的一些背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它连载30年，网络上没有盗版，就是你只能找到108集，就是你还可以找到盗版。后面就没有了。对，除了就是因为它原本在台湾是在少年快报连载，后来少年快报就没了，然后所以也没有人会去扫描它。还有日本的话，是因为作者本身就非常讨厌电子书，所以他也没有开放让讲谈社有电子书，就是要制作盗版的门槛变得很高。对，因为也没有人那么闲，就是去买那个周刊，然后就是一页页撕，然后去扫，累死了，谁要啊？那是很久以前才会这样做。对，然后再加上他就是100多集了，然后连载30年，所以他的读者就是10几岁的时候就在看漫画的人，就是纸本，所以也没有习惯要去看电子书，所以他们都是习惯周刊出他们就买，单行本一出他们就买，就他们的阅读习惯吧。然后再加上漫画1本也没多少钱。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不被盗版很重要。所以呢，一开始我看到黄昏使者的时候，我当然心动，也会想说，这个网络上面有没有更新的连载？然后去找一下，都没有。然后我想对，因为荒川弘之前入华是画这个毛泽东，然后之后就整个被砍掉。就像是《黄昏使者》这部作品，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至少去买第1集，或者是去租来看一看，因为你可以在第1集里面你就感受到荒川他这次想要表现的世界观非常的完整，他田野调查做的很细节，他有一个使者，就有点像是异能召唤兽啊。神奇宝贝会都成双成对，然后就有些互动啊，在里面把这种真实跟骗局之间的那个界限玩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台湾现在有4集，而且现在漫画不赶快买的话，就直接绝版。真的会绝版，对，真的会绝版，因为它可能通常真的就1刷2刷。对。因为现在买漫画就只有那些人嘛，然后再加上中国大陆就是没有这个书，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会买，然后带过去。哇，所以黄昏使者很值得买。对，值得买，赶快买。我现在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哇哇书店日，我就是这个时候我就是要跑过去，然后就扫一轮有没有我觉得可能有趣的漫画啊，或者是我就知道这个我曾经看过，这个一定要赶快买，然后就开始买，不然之后要拿回来真的是太麻烦了。身为一个买过怪怪守护神的盘子，好，我就要趁这个过年这几播出之前赶快去买。没错，赶快去。那除了刚刚分享的漫画之外，就是你还有没有什么哪部觉得遗珠之憾，然后很想要推荐给观众？哇，我的遗珠很多呢。哪些？讲讲。琉璃龙龙，你知道吗？这个我不知道。琉璃龙龙，这不简单。他这个作者非常年轻，我记得才10几岁吧。然后他出了1集之后，他就休刊，休了1年，因为他身体不好。OK， 但是他休刊这1年没有连载嘛，可是他2024年还是入榜了。这部漫画真厉害，他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奇幻又日常，就那个女主角超可爱，女主角变成龙的那个。对，就是女主角龙龙，她有一天早上起床就我头好痛，然后刷牙的时候就这什么东西？我头怎么长出了脚？对，然后她就说妈
妈妈我长脚了，然后他妈就说哦，因为你爸是一只龙啦。对，上学的时候同学也没有要排挤他们就哇天哪，长这样，可以跟你拍吗？对，然后比如说上学，他就我喉咙好痒哦，他就吐火了，然后就把前面的同学头发就烧掉，然后你以为应该要进入校园暴力事件，也没有，里面的老师也处理得非常的好。这部漫画很有那个雅人讲有话想说的那种，就是青春然后淡淡的那种状态，这部很好玩。每个同学都很青春很可爱，然后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世界，然后再加上龙，就他爸爸很神秘，就真的是的龙就是你会想说他妈妈是怎么跟爸爸就是这样结合，也是看点之一，就没想到他一集就没了，作者就休息了。但2024他有说他要复出了，我觉得我很期待。那刘永龙第1集在白鹿洞现在看得到吗？看得到啊，赶快租起来。然后我自己想要推一个有点像小品的，是那个《龙阳虎千日》。这部作品很有趣，它也是兽化的2个人，他就在讲说一个龙呢被一只老虎养着当可以吃的食物这样子，但是他们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开始产生了一些感情的变化，然后就展开了一些小小的冒险或战斗。我觉得是一个轻松，然后会让你感受到一些纯爱，像刚刚看那种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我好想要回到青春的时候，所以呢很推荐这个作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好，那今天这几个过年特别计划就分享到这边，我们谢谢师大白鹿洞的老板永华。此外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分享自己推荐的漫画作品，或是今天提到的漫画你最喜欢哪一部。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认识好看的漫画。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我要补充说，你们很应景龙年都推荐，对，很适合在年下收看。我们在龙年看龙的漫画，真的。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了你，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